就在俄乌冲突紧张焦灼的状态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25日签署命令，将俄武装力量编制增加13.7万人。该命令将于2023年1月1日生效。此前，不少西方媒体持续渲染俄军陷入所谓人员紧缺的危机。如今，普京签署扩军令，也令外界揣测俄军的对乌行动绝不会短期结束。俄国防杂志主编伊戈尔·克罗琴科认为，未来必须为武装力量增加50万人。总的来说，这个决定是完全合理的，而且也符合国际军事政治形势的现实需要。虽说现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有190万人，但其中有近90万人肩负着后方勤务、内务治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使命，无法开拔到战场作战。实际上，俄罗斯武装力量真正的作战部队就是101万多人，他们分别被部署在海、陆、空军和空天军、野战部队等多个作战领域，而此次扩编13.7万人，全部属于新增作战部队。有分析认为，俄总统普京签署的这一增兵法令，并不是直接针对俄军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中的兵力伤亡。即便俄军真如西方媒体炒作的那样有数万伤亡，俄军原有的兵力源要补充满额，也自有现行正常的兵役补充程序，完全不需要额外通过扩编法案来实现兵力补充。其次，俄扩军的这一举动意味着俄方对于自己所处的安全环境相对悲观，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这种被美国为首北约敌对的环境将会持续，因此俄罗斯必须未雨绸缪。因为整个俄罗斯陆军数量并不多，作战人员只有35万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补充人员就是一个非常紧要的一个问题。冲突至今，俄罗斯也并没有搞全国的这种总的战争动员啊，尽量的想把这个规模压到比较小啊，以免对俄罗斯整个社会进行比较大的影响和冲击。而且普京总统的这个命令是到2023年年初才开始实行，也就是说他并不着急，而且着眼于这个战事的拉长啊，包括着眼于今后和北约的对峙。有观察指，普京的扩军之举，除了战略是为俄乌战场做长期准备外，也是用扩军的实际行动告诉欧盟，不要指望俄罗斯做出让步。俄罗斯不仅耗得起，而且有绝对的决心和欧美死磕下去。从战术上来看，俄军目前正在计划夺取敖德萨，从而控制整个乌克兰黑海沿岸，把乌克兰彻底变成一个内陆国家。如果俄罗斯成功夺取第聂伯河以东地区和黑海沿岸，那也就夺取了乌克兰大部分有战略价值的地区。不过，俄军要想直取敖德萨也有相当困难。从赫尔松州出发到敖德萨有5条大河。这种地势对乌军进行防御十分有利，而且敖德萨靠近北约国家，有利于美国发挥侦察机、预警机、指挥飞机和无人机的侦察监控优势。乌克兰方面也在积极备战，主要有3个准备：第一，已经有乌克兰飞行员在美国接受 A-10和 F-16战机飞行训练；第二，上万名乌军炮兵和士官正在英国和波兰接受训练；第三，乌军已经完成动员和训练，并且在等待西方更多的重武器援助。双方还是属于这种对峙状态。俄军最近看也没有取得比较大的战果。那么在休整一段时间的情况下，俄军在补充了兵力和弹药的基础之上，有可能继续对顿巴斯方向进行猛攻，进而可能会。当然，俄军的第一目标还是完全把顿涅茨克州的所谓宪法边界完全推进到那边去，拿下这个州，然后在南部的赫尔松等地在巩固已有战果的基础之上，继续向西，也就是尼古拉耶夫和敖德萨来推进。当地时间8月20日，现年29岁的俄政治学者杜金娜在俄罗斯莫斯科州遭遇汽车炸弹袭击身亡。8月22日，俄联邦安全局宣布破案，指控事件系乌克兰特勤部门准备并实施，凶手为乌克兰公民。杜金娜是谁？其父亚历山大·杜金是俄罗斯知名的极右翼人士，他本人也因积极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而闻名。这场暗杀再度搅动局势，也令俄乌之间的暗战浮出水面。8月24日是乌克兰独立日，又是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满半年的日子。多家美媒预判，俄方可能在独立日前后对乌发动新的进攻和报复，以回应杜金娜遇害。
华盛顿方面还敦促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乌克兰，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首次警告称民用设施和政府机构可能成为袭击目标。据俄媒报道，为避免平民伤亡，俄军在8月24日当天凌晨对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和顿涅茨克等地区的乌军设施进行了精确打击。今后不排除大规模的这个切断它的铁路线啊，包括攻击它的一些交通的枢纽，让整个乌军的后勤的补给啊，西方支援的那些武器弹药都无法及时的运输运进补给，那么届时乌军可能就会非常的困难。那么美方显然是可能得到了相关的情报啊，特别是在杜金女儿遇刺之后，可能这种可能性进一步的加大啊。西方媒体传言其是普京的智囊，杜金的名字因此被贴上不少标签。俄罗斯哲学家、极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普京盟友、智囊、普京大脑。2014年7月，杜金接受 BBC 电视采访时断言，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并呼吁普京总统对乌克兰东部进行军事干预，以拯救俄罗斯的道德权威。杜金曾称，俄罗斯为尽早恢复对乌克兰的控制，对于欧亚大陆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杜金娜的政治思想深受其父影响。俄乌冲突爆发后，这对父女高调表态支持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被西方多国列入制裁名单。还有分析称，如果杜金娜遇刺事件由乌克兰方面策划实施，那么意味着乌方特工已逐步深入俄罗斯核心地带。《纽约时报》此前曾发文称，乌克兰正暗中训练人员，加剧对俄后方的滋扰。还有专家警告称，杜金娜遇刺可能将进一步突破冲突双方的红线，可能会引发超限战，为持续近6个月的俄乌冲突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也有西方媒体称，俄罗斯将派特工也是对乌克兰的一些重要人物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啊。当然，这个杜金娜的父亲杜金在这个他女儿的葬礼上说，他说他不希望报复，他说最好的纪念杜金娜的方式是打赢乌克兰战争。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也许俄罗斯方面会拿这次事件作为一个借口来对乌方进行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可能有可能扩大这个战事的规模，或者是扩大攻击的一些范围和目标，包括对一些个人，包括对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等等啊，有可能展开一个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这样一些行动。俄乌冲突至今已经整整半年了，双方陷入了僵持，和谈遥遥无期。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突然宣布扩军13.7万人。有观点认为，俄罗斯扩军是在为俄乌冲突长期化做准备。沈毅先生怎么看？从冲突一开始，就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投入的有生力量其实还是过于谨慎的，还是不够。说穿了就兵力不足嘛。兵力不足的情况下，他要保他进攻的势头，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扩充兵力的话，可能还会有其他一方面的连锁反应。俄罗斯还是想控制整个冲突的规模和烈度。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你说长期化呢？其实长期化不是取决于俄罗斯，或者说不单纯取决于俄罗斯，还取决于欧美。欧美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持续对乌克兰进行近似于无限制和无条件的援助？现在这方面引起的争议和讨论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首先，现在扩军尽管相关的信息发出，但是如何来做还需要落实细节，而细节往往是魔鬼。我们会注意到，当俄乌冲突刚刚开启的时候，当时西方媒体是一再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投放了义务兵，因为根据俄罗斯的兵役法，如果在国外的军事行动当中使用义务兵的话，前提必须是俄罗斯本身受到了攻击。所以呢，认为呢，俄军当时使用义务兵是某种无奈之举，也违背了相关的法律，同时也反映出了俄军的窘境。所以这一次扩军，那扩充的是志愿人员还是义务兵，从目前来看还没有一个明显的指向。但是下一阶段细节的落实将决定着这些扩充的军援，它被投送到相关的冲突当中，以及具体运用它的一些可能性和具体的一些细节的设置。那另外呢，即使呢俄罗斯把相关的新的兵员放在其他的一些地点来进行使用，而把一些老兵调向乌克兰的战场，这样的一种方式，
某种程度当然会对俄军，尤其是现在俄罗斯对于南部地区对于乌军的这种反击会有一定的支撑的作用。但是呢，从时间点来看，从现在宣布扩军的命令来看，恐怕是远水救不了近渴。所以当俄罗斯宣布扩军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晰的政策指向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俄罗斯在试图对西方进行回应。近时期呢，西方世界出现了更多的关于俄乌冲突长期化的论调，所以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扩军某种程度当然是为了应对长期化的目标，是告诉美国和美国的北约盟友，俄罗斯在被消耗的过程当中，仍然在做着进一步被消耗的准备。据俄罗斯观点报26日报道，美国将为在乌克兰的行动命名，并任命一名将军指挥官。这名美国将军的任务将包括直接领导乌克兰武装部队，协调北约盟国的行动，甚至控制基辅当局的军事行动。在美国，给某一团队及其使命起一个名字，并不是简单的起名字，而是意味着建立一个有固定人员及办公经费的团队，他们将负责协调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长期支持等行动。俄观点报分析称，美国人正在通过代理人向乌克兰派遣战争总司令，试图将其在乌克兰的行动制度化和合法化。从军事角度来看，这项决定不仅意味着美国将加强对向乌克兰供应的武器使用权的控制，还将改变美国与乌克兰武装部队互动的方式。如果说早些时候美军主要向乌克兰同事提供建议，那么现在他们将接管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管理。首先要澄清一下啊，拟议中的对乌军援特别代表目前只是在白宫内部提出商议，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决定。况且相关信息提出，这个代表要接受美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和防长的双重领导，办公室呢要设在五角大楼，说明这个职位的安排核心是要调整美各部门援乌项目的实施和成效。从当前态势看，乌克兰的对美的防务需求是水涨船高，尤其传闻中的乌军大反攻迟迟没有到来，乌方一直把这一个问题归咎于美欧军援尚未到位。美国此次抛出所谓的援乌特别代表这样一个职位，还是那一句话，就是安抚乌克兰的人心，让他继续与俄罗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毫无疑问，拜登已经把总统连任压在了这场战争上。8月25日，泽连斯基与拜登通话，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局势相关问题。美国白宫称，拜登重申了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并介绍了美正在向乌提供的安全援助的最新情况，包括24日宣布的提供的29.8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据报道，此次援助的主角是6套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以及数量不明的配套导弹。对此，有分析指出，如果乌克兰获得 NASAMS， 它将不仅会成为乌克兰得到的第一个先进中程防空导弹系统，更大意义还在于很可能成为改变乌克兰空天防御能力的转折点。目前，乌克兰唯一的中远程防空系统是苏联时代陈旧的 S-300。除此之外，西方提供的所有系统都是短程的便携式防空导弹。而目前，俄乌正在激烈争夺，特别是乌东顿巴斯战区上空的制空权。在乌军已经处于下风的情况下，该系统能有效填补乌克兰在短程便携式防空导弹和大型远程防空导弹之间的防空能力，成为保护乌克兰免受俄罗斯空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另外，该系统虽然是美国技术，但美军几乎没有装备地空导弹，即便被俄军缴获，也不至于被严重窃密。此外，这次军援还包括若干架美洲狮无人机和数套扫描鹰无人机的支持设备，若干套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这也再次证明，无人机较量是俄乌战场上的重点。这两款无人机虽然小，但能力强，如果投入乌克兰战场，将显著增强乌军对战场的侦察能力。This may be our largest security assistance package to date, but let me be clear, it will not be our last.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份目前乌克兰急需的大礼却是待发货状态，而且发货时长很可能是1到3年，因为拜登政府表示这批军援将不动用库存，会从业界采购，具体出货时间取决于军火企业。但据之前报道，包括雷神、通用动力、洛克希德马丁等军火商巨头早前都曾提及，受供应链危机影响，产能早已饱和，交付新订单的时间将有所延迟。
对此，有专家指出，这几款装备贴合乌克兰战场实际，对俄罗斯的针对性更强，就军援来说具有突破意义。其实按照美国的库存与能力，完全有可能实现短时间交货。但美媒现在炒作1到3年才交货，就是放出一个风向球，测试俄罗斯的反应与底线。另外，也能起到延宕俄乌冲突的作用。实际上，自2021年1月以来，美国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3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2014年起，美国向乌克兰承诺的安全援助数额超过155亿美元。不过，对于美国对乌军援，外界一直质疑声音不断，美媒都忍不住吐槽：武器一旦进入乌克兰，就很难知道最终的去向了。美国防部代理监察长肖恩·奥唐纳近日就透露，由于乌克兰官员全部使用纸质文件进行统计，乌克兰政府可能无法确定美国提供的军事装备的确切位置。他担心，在混乱的管理机制之下，美国政府与乌克兰有关的上千份军事合同中或许存在欺诈行为。而且更夸张的是，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披露，截至8月3日，只有23.84%的美国军援到货。另外，这次新宣布的军援待发货时间这么长，中间可能还会经历中期选举与总统大选。下一届总统上台后，这个援助还算不算数，尚存在变数。有一点要强调，美国人花钱是要看受援方到底卖不卖力。从2月24号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到8月底的时候，美国实际交付乌克兰的援助物资及现金总价值已到98亿，而新开出的这样一个援助名单，我个人认为还是会执行的，因为乌克兰已经在最初的军事行动中顶住了俄军的攻势，同时呢，也反映出美国和欧洲在信息技术和先进精确制导武器方面的优势，在抵消俄军的数量优势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事实上，虽然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让美国的军工企业与能源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但由此带来的动荡却让美国军事资源和军事能力过度紧绷。在高通胀和能源危机的双重压力下，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据报道，超过2000万户美国家庭开始拖欠电费，普通民众6月、7月的电费甚至多达500-600甚至上千美元。而在紧跟着美国跑的欧洲，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生活成本危机愈演愈烈，食品和能源价格攀升，罢工抗议时有发生。再加上对于天然气供应不确定性的担忧，欧洲民众对乌克兰的关注度下降。迪米特里斯是希腊一名普通的市民，现在让他头疼的不仅是高额的电费账单，还有即将到来的冬天。迪米特里斯表示，2年前为了降低电取暖产生的费用，他选择花费3000欧元给家里购置了一套天然气取暖系统，降低了家庭的花费。但是今年俄乌冲突与欧盟对俄制裁引发的能源危机，特别是可能面临的天然气供应中断，让他很是担忧。I'm going to use electricity. That means I'm going back to the old condition that I have to pay a significant amount.of money to have heating. 尽管民众的日子过得紧巴巴，但日前为了向国际社会，尤其是俄罗斯展示西方继续支持乌克兰的决心，美、英、法、德4国领导人还举行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重申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援。与美国宣布最新军援计划的同一天，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就宣布了总价值约5400万英镑新的对乌军事援助支持方案，其中包括2000架最先进的无人机等。与此同时，德国总理舒尔茨也不顾本国经济和民众的利益，表态要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不过他话音刚落，德国国防部发言人就出来叫穷。就目前联邦国防军的库存而言，军方已经达到了能向乌克兰继续提供武器的上限。我个人认为这是一场双簧。从2月份开始，美国、英国率先援乌，再带动东欧对俄疑虑的国家，像波兰、罗马尼亚清空仓库来援乌，就形成了一种对老欧洲的压力，迫使像德国、法国还希望从中斡旋的国家加大援乌的力度。还是那句话，要让欧洲和俄罗斯进一步的分道扬镳，是更符合
美国以及美国在欧洲代理人英国的利益的。其实之前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德国空军的战斗机仅有30%处于可用状态，弹药库存量也很低，甚至德国士兵还缺少包括军靴、军服和床上用品在内的必要装备。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继续支持乌克兰，军工企业将不得不为乌克兰专门开动生产。但讽刺的是，乌克兰却已经将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当作是理所当然。乌克兰前驻德大使梅利尼克就不但指责德国对乌军援行动缓慢，甚至还诅咒那些要求柏林停止对乌军援的德国人，让他们下地狱。即便德国已经为了支持乌克兰而付出惨重经济代价，但在基辅当局的眼里，柏林仍然就是想骂就骂的出气筒。对于西方持续对乌军援，近日俄罗斯国家杜马多个党派的议员在议会下院官网发布呼吁，要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停止向乌克兰供应武器，指出乌克兰正在用这些武器杀害平民，制造核威胁，向乌提供武器使西方国家成为了恐怖分子的帮凶。Когда мы говорим о соучастниках преступлений, я попросил добавить слово и пособники, потому что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уголовным кодексом пособники террорист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те, кто поставляет оружие и средства для убийства людей.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也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22日刊文指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实在过去的这半年时间里抓住了西方国家的注意力和想象力，通过向西方各国道德施压，获取了大量战备支援。然而，随着冲突的持续，泽连斯基可能会发现他的呼吁将越来越难以引起欧洲领导人的注意。据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数据，在1月24日到8月3日期间，波兰紧随美国之后，向乌克兰承诺了约18亿欧元的武器援助。英国、德国、捷克、丹麦等此前坚定挺乌的国家，分别提供了约13.3亿欧元、6.6亿欧元、3.4亿欧元和2.7亿欧元的军援。俄乌冲突爆发后，早早派出总统访乌团的波罗的海3国也承诺了1.2至2.5亿欧元不等的军援。而长期斡旋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法国，虽是大国，军援额度却略低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约为2.3亿欧元。但现在欧洲6个主要大国整个7月间没有增加对乌援助承诺，6月新增的援助也远低于4月和5月的水平。据该研究所分析，这一趋势也体现在了全世界40个国家和地区的援助承诺中。援乌武器装备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比方说像它的中程的地空导弹，还有海马斯火箭炮以及各种新式战机的培训，需要一段的时间，交付的过程自然有所节奏放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要确保乌克兰立于不败之地是美西方的底线，因此相关的援助，我个人认为既不会断也不会减速，只是随着局势的发展进行有步骤的升级或者维持现状。美国动不动数以亿计美元的援助啊，未来乌克兰究竟要不要还呢？到目前为止，美国人肯定没有签一个东西说我这个东西要还。事实上，它不见得，也不是有那句话吗？免费的东西最昂贵嘛。你的所有的东西，美国你即使没有直接的对价关系，也有间接的对价关系。比如说乌克兰那边有几千万吨的小麦，这个东西在市面上的价格大概就是30到40亿美元。美国打这批小麦的主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了，之前费了很大的心思要求放开这个港口，然后允许美国船运这批小麦去。就是他首先会找间接的、非直接对价的有价值的实物抵押方式收取第一波这个回笼的资金，这是第一点可以肯定的。第二点可以肯定的，等冲突结束以后，放长线钓大鱼，已经全面用惯了这个欧美国家制式武器的乌克兰军队，你就等着从这个你使用的武器装备到弹药，从这个飞机大炮到针头线脑都到美国去订货吧。第三块，用乌克兰的土地和其他实有资产，事实上对美国和西方提供的援助进行抵押，在某种意义上是乌克兰和西方之间心照不宣的。到最后，乌克兰怎么进入西方的
援助变债务的这个游戏，然后援助变债务，债务变陷阱，陷阱变终身卖命，这个基本上是在乌克兰跟西方的关系当中可以确定的东西。我们也看到啊，欧洲虽然还在援助乌克兰，但是势头已经大大减弱了。坦率地讲呢，欧洲现在面临的经济形势也是非常严峻的。接下来，欧洲还要面临冬季的严重考验。那么，欧洲援乌还援得动吗？沈先生，目前看起来，至少在德国的一些智库的研究报告当中，欧盟主要国家在7月份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在金融和军事上对乌克兰的援助，主要在道义上还在进行支持。然后呢，像爱沙尼亚、立陶宛，还有像波兰啦、这捷克、罗马尼亚这样一些前东欧的国家呢，还在援助，但他们提供的援助的额度大体上是 GDP 的0.8%，这种额度就不到1%，不是什么大额性的额度，也很难说可以扭转这样一个局面。现在欧洲啊，就事实上它因为它的这种国内的政治氛围啊，进入了一种就是必须要撞上南墙。在南墙上要撞得头破血流，然后排除所有狡辩之词，又疼得受不了，就是要陷入到山穷水尽的这么一个地步之后，才有可能反思这种大规模的政策，否则他们会坚定地认为自己就是在做自由民主人权，然后甚至会把自己受的苦、挨的饿、挨的冻都称之为自由民主人权要支付的代价。当然口上喊着自由民主人权的人，他是不用支付这些代价的，他们通常是躲在自己温暖的家里面，让他们治理下的民众去支付这个代价，这个是西方政治的一贯游戏了。还有2个月，欧洲就要入冬了。一旦入冬，欧洲的经济政治形势是否会发生变化，并且进一步影响到俄乌冲突的整体形势发生变化呢？张先生，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北溪1号，有可能要完全断气。当俄罗斯使用能源牌打能源牌的时候，给欧洲断气的时候，欧洲的经济和欧洲的民生都将面临着重大的这种压力。我们看到2022年的欧洲经济明显减速，而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 8.9%， 部分的东中欧国家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接近17%、18%。我们看到花旗银行对于这个英国的经济预测也是十分悲观，足以见得欧洲深陷俄乌地缘安全危机的泥潭，在经济上深受其苦。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欧洲现在面临的安全压力要远大于这个冷战时期。如果俄乌冲突在短期之内不能得到改善和获得这个和谈的话，那么欧洲有可能要经历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民生问题，因为挨冻必然会影响到民众对于欧洲国家政府的这些信心，以及对欧洲政府的这些压力。可以说呢，表面上是能源危机，实际上我觉得是一种严重的社会危机。从2月24日至今，俄罗斯实施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已经超过半年，双方伤亡上万，冲突却仍在延宕。华盛顿邮报8月24日发表评论文章称，乌克兰挺过了半年，但战争可能还没过一半。而就在这半年里，俄乌冲突带来的一系列并发症，能源短缺、粮食危机、通货膨胀、供应链中断，加上极端天气肆虐，让许多不相关的国家叫苦不迭。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逃离到欧洲国家成为难民，但这里并不是他们最终的归宿。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显示，目前从乌克兰战争区撤离的数百万名乌克兰人正在返乡，超过1/3的乌克兰难民可能已经返回到自己的祖国。原因是除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挂念，还有在异国他乡漂泊的艰难。实际上，俄乌的焦灼局势也让欧洲国家不堪重负，部分国家已经开始取消对乌克兰难民的福利。起初，瑞士政府宣布从6月1日起取消对乌克兰难民免费乘坐交通工具的特权，要求难民上车必须持有常规交通票，除非是出于行政原因。后来，波兰政府也宣布停止这项福利，并要求自7月1日起停止向入境超过120天的乌克兰难民发放每天40波兰兹罗提（约合58元人民币）的食物和住宿补助。随着难民问题的日趋严重，可以看到对于欧洲的压力，对于欧盟的压力，它的这个内部的分歧会进一步加深。比如说英国、美国这些不是近在咫尺的西方国家，它当然还是会继续呼吁这个加强战争，推进这个战场对俄国的压力。
但同时呢，这个近在咫尺的处于俄罗斯跟乌克兰身边的欧洲国家，它面临难民的压力啊，这个真是水深火热之中啊。欧洲大陆国家的内部，比如说波兰它目前是承受乌克兰的难民可能是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它跟这个比如德国、法国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什么变化？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于欧洲来说，难民问题是一个老问题，但是又面临着目前的新的一个战争升级的背景，这样一个局面会不断这个发酵，影响战争的前景。欧洲国家接受乌难民的不堪重负，只是俄乌冲突对全球负面影响的缩影。实际上，能源、粮食、物流、通胀等危机早已显现，相关国家早已为此叫苦连天。而近期关于核灾难的潜在风险再次冲上风口浪尖，因为在俄乌冲突的一线，炮弹不断落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实际上，本月初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到一次炮击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曾发出警告称，反应堆需要不断被流过它们的水冷却。如果水流以某种方式被切断、断流、停止，那么反应堆可能会失去冷却，燃料将开始融化，它会产生高压，就可能发生爆炸。爆炸发生后，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无形的核辐射云大范围扩散，并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都能感受到核泄漏带来的影响。例如，此前类似爆炸发生后，人们都会患上一些疾病，包括急性辐射中毒或癌症。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也曾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一旦发生爆炸，造成的危害将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的10倍。作为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扎波罗热核电站共有6个核反应堆，总容量5700兆瓦，约占乌全国发电总量的25%。如果失去核电站，乌克兰将难以度过供暖季。尤其是乌克兰能源系统有30%依赖于该电站的电力供应，并且还会继续失去向中东欧国家出口电力的外汇收入。从俄方来说，俄罗斯也需要扎波罗热核电站的能源供应其军事控制的区域，因为周边地区没有过剩的电能，更何况在当前持续交战状态下。另一方面，鉴于苏联时期的扎波罗热核电站拥有非常厚实的钢筋混凝土墙壁，从军事意义上来说也是宝贵的防守要地。俄军似乎很早就考虑到了这一点。综合俄乌双方信源，俄方早在7月就派遣军事单位进驻核电站厂区，而且将炮兵阵地设在混凝土墙旁。分析认为，鉴于当前核电站处于俄罗斯的控制之下，乌克兰能做的动作有限，因此乌克兰的战术反攻便是将扎波罗热核电站事件国际化，尽可能地给俄罗斯施加更多的国际舆论压力。比如，乌克兰利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访乌的时期，继续对俄施加国际压力。虽然媒体指出，此次3方会谈的重点其实是粮食协议的落实。再比如，借助炮击核电站事件，乌克兰试图说服美国和欧盟承认俄罗斯是一个核恐怖主义国家，并迫使其交出核电站，即使不在乌克兰控制之下，至少也要在西方控制之下。泽连斯基甚至还警告欧洲，核电站的任何辐射事故都会对许多欧洲国家造成严重影响，这取决于风的方向和强度。目前，俄方同意了法方有关派遣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进入核电站的建议。据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小组将携带零部件、辐射监测装置和其他重要材料前往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扎波罗热核电站。现在一个情况的变化呢，就是炮击已经正对着核电站的一些关键的部门，也就是说离它的燃料库、离它的输变电系统、离它的冷却水系统越来越近，这就迫切需要有国际原子能专业的高级专家呢，实地的对这个问题去考察，至少是做一些比较有利于局势缓和的疏导得出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一些判断。我曾经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几个月，我曾经到过这个前苏联地区，所以当时由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所引发的这个危机不光是实际的经济的损失，以及老百姓的整个心态以及他们的健康所受到的影响可以说历历在目。所以我不希望这个核电站危机引发成为一个战争升级的一个导火线，相反，我们希望它能够把这件事情转化为一个机会，使得战争形势能够逐步的趋缓。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冯绍雷分析，俄乌目前都表现出了要推进冲突的决心，这种僵持的局面依然会维持一段时间。但显而易见的是，双方同时也承受着战争带来的直接与间接的压力，例如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等等。因此，冯绍雷认为，俄乌双方如果没有能力通过武力解决，那么应该通过停战寻找出路。停战它是要有时机的，停战需要各方面去加以积极争取的。秋冬之交可能是一个各种矛盾跟这个艰难的考验都会面临的一个时候。这个时候当然是一个值得争取的机会，尽管它未必能够一定实现停战，但是可以在今后这个一个阶段之内，各方通过协调通过这个接触，寻找这样一个使得战争停下来的这样一个机会。冯绍雷认为，由于俄乌危机不仅关乎俄乌两国，更与世界各国政经安全息息相关，因此俄乌有望在相关利益方的斡旋下取得停战。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先例，比如说在通过联合国、土耳其、俄罗斯、乌克兰四方谈判，已经使得乌克兰包括今后可能俄罗斯的粮食出口问题都已经并且有可能逐步的更加扩大解决的空间，这是个非常好的案例。那么国际原子能专家代表团考察扎波罗热核电站，我觉得这又是一个机会。我们就通过这样一个我们所面临的共同的危机的解决，迫使围绕着这些危机所出现的战争状态至少局部的停顿下来。比如说你这个奥德萨港口就停下来了扎波罗热这个电站，那么能不能进一步使它更稳定，甚至扩大一个确保电站附近区域和平的机会呢？今年印尼巴厘岛 G20 峰会即将于11月15日至16日召开，究竟俄乌领导人会否同台参会，也留下诸多悬念。当地时间8月18日，克里姆林宫发表声明表示，普京和印尼总统佐科当天举行通话，谈论了粮食安全问题，并谈及 G20 峰会筹备工作，但声明没有提到普京是否会出席。不过，佐科告诉彭博社，普京总统告诉我他会来的。而早些时候，乌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米哈伊尔·波多利亚克表示，如果普京出席，泽连斯基可能参加 G20 峰会。此前，据印尼驻俄罗斯大使透露，如果俄乌领导人决定出席 G20 峰会，印尼准备尝试在峰会期间安排普京与泽连斯基会晤。大家非常看好，那么这些都是提升自己的国际声望跟地位的机会，即使利益很不一样背景但是呢又能找到一个利益的交错点，这个就需要大家努力，通过一个一个的危机的出现，把这个危机转化成为一个机会，包括通过G20这样重要的平台，还有前面如果说9月份是不是上合组织领导人也在聚会比如说金砖国家的领导人是不是还需要进一步的沟通那么到G20比较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一个全球性的领导人的聚会上，我们是不是能够获得一些机会呢？我觉得一方面战争还没有停下来，但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僵持的趋势；另一方面呢，各方都在为战争的从停止走向和平，大家都在这个期待和争取做出一些。苏女士，您认为俄乌要停火，双方进入谈判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其实大家关注过，此前的俄乌双方曾经试图谈判，但因为立场的巨大的差异，包括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克里米亚的问题，那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把收回克里米亚、夺回克里米亚作为谈判的既定的目标，而俄罗斯方面肯定呢在对克里米亚等一系列地区的控制权上有俄方的想法，所以似乎呢谈判进入到一个难以开启的状态。从未来较为现实的眼光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俄乌冲突必然会寻找出路，这应该说是各方的共识。随着冲突的延续，随着疲劳的增加，寻找出路的意愿和可能性其实也在增加的过程当中。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说战场局势仍然是影响下一阶段如何开启谈判的一个关键的因素。现在呢，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说，特别军事行动还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目标。不管是顿巴斯地区还是乌克兰南部，俄罗斯认为还没有达到预设的一些目的。那同样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现在处于自身较为不利、
而且正在更为不利的这种情势之下，尽管俄罗斯推动缓慢，但是此时如果谈判，无异于是要缔结城下之盟。所以近期从乌克兰方面释放出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乌克兰在试图找到一个所谓的短暂的平衡点，在对俄军进行军事反击，在反攻行动取得某种进展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乌方也许认为这是可以开启谈判的一个契机。但是从现在来看，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这样的一个契机，什么时候能够出现，仍然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乌军反击的过程当中，在俄军仍然艰难推进的过程当中，双方仍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角力上。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总干事科尔图诺夫日前明确表示，任何关于停火的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的立场。如果 A 计划，也就是乌克兰的胜利，看起来越来越不现实，那么西方可能已经在考虑 B 计划了，可能会在俄乌之间以及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达成临时的妥协。沈先生，您认为这种临时的妥协能实现吗？那个 B 计划一直是在选项上的，一直是存在的，但是因为某些原因，西方国家不愿意去承认它。而且我相信，欧洲国家，尤其是以德国和法国为代表，远比美国更希望得到这个 B 计划。因为说穿了，美国的 A 计划是在乌克兰让欧洲把血流干，然后这个流出来的血都挤到美国去。欧洲那边金融的血一波吸回去，美国人开心的要死，这个就是此消彼长的这个关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完全不介意用乌克兰让欧洲流干血，尤其是在援助这方面。第二，乌克兰就是个无底洞，乌克兰不是说万事俱备就差2条，你给我2条我就称霸整个宇宙。乌克兰是个无底洞，是个扶不起的阿斗，是个泥潭，扔进去的所有钱都给你可劲儿造掉了，而且中间造的时候还傲娇兮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又不是冤大头，我上辈子又不欠你的，我心理上对你没有任何负担，对吧？这个乌克兰的国防部长吹过一个很大的牛皮，说要召集100万军队秋季发动大反攻，说的是8月份，100万军队大反攻，这个当时是被世界媒体记录在案的。然后到了今年8月份到的时候，那个乌克兰的防长又出来说过一句话，那人是搞金融的，做投行出身的，没有这个国防部的背景，但是他这方面的背景很深刻。他说什么？他说因为语言问题，你误会我的意思了，不存在100万大军反攻。那我说句不好听的，欧洲和美国很多援助是按照你那100万军队存在的方式给你配的硬件，就算中间打个8折，实际只到了2成到3成，这些力量去了哪儿？这也是很大一笔装备了。这些装备跟你在战场上表现出来的，我可以直说对不上，中间有差额。事实上已经把矛头指向了这个当地的黑市和军火走私的这个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乌克兰又表现出它不是一个值得长期投资的高价值目标。那我一定会想办法替你做主。G20将在11月举行，目前来看呢，各方也都会出席。俄乌局势还是会议的焦点吗？这样一场面对面的会晤，又将对俄乌局势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此前会看到 G20这样的多边平台已经成为了俄乌冲突外溢造成影响的一种具体的体现。包括呢，此前对于东道主印尼来说，是不是要邀请各方的代表，要不要邀请乌克兰方面参加，都成为了具体博弈的一些议题。而尽管呢，印尼方面希望发挥一些斡旋的作用，但是从目前来看，包括印尼在内，各个斡旋方即使希望发挥一些积极作用，也在做出努力，但是呢，效果甚微，并不能立刻改变俄乌冲突的走向，并不能立刻实现和平。G20峰会一定会将俄乌问题作为一个焦点。我们都知道，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是将国际舞台作为孤立俄罗斯、批评俄罗斯、打压俄罗斯的这个机会。那 G20 峰会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经济体的这个首脑的一次重要的会面，也是重要的一个合作平台，那自然不会放弃这个打压和孤立俄罗斯的这个机会。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为首的这个7国集团明确表示，俄罗斯如果是普京总统出席的话，那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应该出席。那么这实际上就是要给俄罗斯设置一个镜子，让俄罗斯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事实上，我觉得就是90月份过去之后，
11月份的可以明确什么？我就可以明确，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究竟谁占优，究竟谁的战略耐力更好。